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2岁，来自山东护士；钟女士37岁，来自河南护士。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老翻旧账，天天带着气儿过日子。他什么都听他妈的，就是一个妈宝男。我都是为了工作正常来往，他总是胡思乱想，小题大做。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有事儿先和我商量，把心思放在我和孩子身上。对我妈好点儿，别老是疑神疑鬼。哎呀，这好像话说的挺重的哈，怎么就这么大的矛盾了呢？我们结婚8年了，他什么事儿都听他父母的，他就是一个妈宝男。原本就是我父母不同意，我是违背我父母的意愿要和他结婚的。自从我们俩结婚以来啊，他就一直在作，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我和我科室的女同事的关系上面，根本就没有放在家庭里。自从结婚以来，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孝字怎么写，也更不懂得怎么谦让公婆，在家里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我很受不了。你这说话要讲良心啊！然后我是怎么嫁到你们家来的？你们家又是怎么对待我的呀？怎么嫁来的呀？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啊。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啊，学的都是这个护理专业。我是家里的独子啊，我是带着我们整个家族繁衍生息的这个使命去上学的。还没开学之前，我妈就和我说了，你可以毕了业之后考不出来护士资格证，但是呢，你必须得拿到结婚证。你可以在学校不好好学习，但是呢，你不能不好好谈恋爱。我的天呀！然后到了学校，经过我一番费心思的努力啊、寻找啊，最终选择了他。你那是选择我了吗？还不是因为我俩是同桌，挑近了好下手呗。我们毕了业之后，然后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家，当时就和我妈吵吵起来了。我想早点结婚嘛，然后呢就买了好多东西去他家拜访他的父母，结果一到他家里边，他父母就板着个脸。我好不容易熬到了吃饭的时候吧，哎呀，一看他妈做了一桌子的凉菜，我当时就寻思，这是不是在暗喻有我没我都一样啊？他妈还没吃饭的时候就开始提那个彩礼的问题，一张口就问我要25万。那你当时就和我父母怼起来了呀？这是一个做晚辈该做的事情啊。他母亲一张口啊全是国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大老远提了那么多东西去的，他全给我扔出来了。为啥你们家人当时那么不待见这小伙子呀？因为我妈当时吧也是不想让我远嫁，受欺负了，没有人帮我，或啥的。那这后来怎么又走一块了呢？哎，我当时真的就不知道，哎，我到底是哪根弦搭错了呢？死活的非得要和他在一块儿，偷偷的跑了出来，买了火车票去找了他嘛。然后到见了第一面，他就说他以为他妈的那个几万块钱的学费就打水漂了。哎，我当时听这话真的特别的心寒。我还为了他和我妈1年多了都没怎么联系。我后来我主动又联系了他的父母，寻思赔个礼道个歉，早点把这个户口本拿到，好早点结婚嘛。我又买了东西登门拜访，去了之后，他父母那个嚣张的气焰一点都没减。原本定好的25万彩礼，结果临时又加了5万，直接加到30万了。你不是1分彩礼都没有出吗？然后当时吧，我是看到网络上一个视频，说那个领结婚证可以不用户口本，对，就直接办了一个身份证明，领了结婚证。他们家呢可倒好，认为娶着这个媳妇儿没花钱，就特别的不重视我。我家怎么没重视你？生完孩子，我妈还奖励他一电动车呢。美名曰是给我买了一个电动车，我想要个大点的，想着带着孩子方便嘛。然后他妈死活非得要个小的，然后我就直接买个大的电动车回来了。结果一回来，他妈的脸就耷拉老长了。当时我妈是寻思着下晚上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他买个那么大的，我妈骑不了啊。我就问一下，那个电动车最后退了没有？是不是退了之后换了你妈喜欢的那种小的？是退了。他妈这个人吧，特别爱唠叨。然后他妈干活吧，我得陪着他干，我就不能闲着。然后呢，我上了1天班了，回到家想休息休息嘛。
哎呦，他妈就在我耳边唠叨个没完没了了，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我就顺手给他怼了几句嘛。然后他妈这一听还不乐意了，撂挑子不干，直接回老家了。后来吧，我就回了家，求爷爷告奶奶，把我妈又给请回来了。你妈回来，就感觉我们就跟离不开她似的，就腰杆更硬了，然后说话比之前更厉害了，然后甚至说这个房子是她买的，让我滚出去，然后说我结婚不要1分彩礼，那是我活该。哎，我真的听了之后特别的伤心。然后说着说着，可能就是动起手来了吧？谁先动手的？他妈先动手的。是我妈先动手，但是她作为一个晚辈来说，长辈教育啊，或甚至说打她2下，她作为一个晚辈，她不应该还手吧？谁都不应该动手啊。接下来呢？他老说我吧，就是说下了班不回家带孩子啊，但是他下了班回家也是不带孩子。我什么时候不带孩子了？你带孩子干什么呢？不是在那看手机啊，就是在那看平板、iPad 啥的。就2个孩子吗？你是？对。洗完澡了。那天爸爸给你们讲10万个为什么，看这是为什么了？演技派。你知道他平时带他看什么？就看美女跳舞的视频，说是这个美女好看呀，还是妈妈好看？从小培养这个孩子的审美观嘛。那孩子怎么说的呀？孩子说妈妈漂亮。哎呦，这孩子还真不错，比你明是非呀。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啊，现在不是都讲究精神上的富养吗？我也想让我的孩子感受到父母是爱他的。然后我就说，我们带他出去玩，10次有9次他都不愿意。就上回我在那看孩子嘛，孩子不小心摔倒了啊，摔了一个小伤口，然后他就急眼了，这扯那扯的，所以说我才不愿意再带孩子出去。我当时我还拍了照片的，我们看看这么大一个伤口啊！对呀，都去医院缝了2针，结果他还跟无所谓似的。那我好好活着吗？孩子现在还？你看他就这种无所谓。那你觉得他心思就不在孩子不在家这儿哈？对，那在哪儿啊？我想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啥的。终于有一次他点头同意了，然后前一天，然后他朋友一个电话把他叫出去了。到了第2天3、4点的时候，我看他还没回来，就一直给他打电话，打了10几个都没有人接。然后我迫不得已才给他朋友打过去了。朋友说他在另外一个房间呢。哎，我当时就特别的纳闷，干什么需要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其实当时也很累，我也不想去，但是没办法，人家来了之后说咱喝个酒吧。喝完酒之后，他说你这么上班这么累，咱一块儿去做个按摩。你照顾孩子，陪孩子玩，你说你累；陪朋友，你可以1宿不回来，人都找不着，是吧？对，是。然后他一直说他科室忙，哎呦，你是忙着和你科室那些女同志在那儿眉来眼去的。他下了班，然后还带他们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儿去唱歌啥的。我们都是同一个行业，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多事儿？那我作为一个科室的领导，哎呦，作为一个科室的主任，哎呀，是吧？我得体谅员工，多和员工聊一聊啊。多长时间吃饭喝酒一次？1周差不多1到2次吧。人家团建1年1次。您这团建1周1次，你这领导真好。不是为了增强这个科室的凝聚力。哎呀，行，你说啥都有理。然后他好不容易回到家了吧，他还和他那些女同事开始在那聊天打游戏。我这白天上班真的挺累的，然后也挺忙的。那单位规定的白天也不能玩手机，上班期间，下了班还有应酬，好不容易回到家了，我玩手机怎么了？关键是啥吧？他玩游戏玩到半夜2、3点。对面还说：“哎呀，哥哥你真厉害。”他听到人家喊他哥哥，他啥反应啊？哎，他的那个嘴都咧到耳后根上了。你当时生气不，姑娘？我当时挺生气的，然后我一下子把他手机给摔了。你那1个月那2000块钱工资，我那一个手机大几千，你几个月才能把那工资给挣回来？哎，你的手机大几千，你老婆的手机多少钱呀？1、2千。哎呦，这么不平等对待呢？那我是领导，我得要面子。他得玩游戏，他得买贵的。你看到现在全部都是我的错。你们俩今天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你来的诉求是什么呢？我要和他离婚，直接就不过了。主要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点问题，全是我的问题。然后在家孩子也不看，我和他妈一有冲突吧，然后他就感觉全是他妈的对，他永远站在他妈那一边，就是一个妈宝男。你看啊，你在我们家现在生活也挺好的，我挣的工资也挺多的。钱谁管？钱我管。啊，好。她嫁过来很有性价比，吃喝不愁，
孩子是我父母在带，家务活也是我父母在做，这不好吗？你非要离婚干嘛？你是真的要离婚吗？对，也是吓唬吓唬他吧？你要真离婚也不用来了吗？反正吓唬他也不管用啊。哦，不想离婚哈？对，我不想离婚。那人家提条件行吗？就是你要做到1、2、3，咱俩就不离婚，行吗？可以，可以，可以。那你就快。首先吧，你顾家庭多一点，你没事啊，别和你们那些女同事啊什么的，然后出去应酬啥的。你最起码1个月1次，我也不反对。好，频率从1周2次降到1月1次。你要拦着我。好，听懂了吧？这不行。来，第2个条件。不管什么事儿，你总得问问我的意见，和我商量一下。这个可以。我和你妈起冲突的时候，你也不要一股脑的站在你妈身边。但是你像我妈养我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听懂了吧？啊，你提了3个条件，2个绝对不行，1个可以考虑。那就此现状该怎么办？来听听老师的建议。直觉告诉我，你的妈妈有足够的毁掉自己儿子婚姻的能力和实力。这一个做媳妇的，在你们家是受尽了委屈，到这一个程度，问题在哪里？就是不够爱吗？你对他爱吗？我很爱他，爱还会如此吗？那我也肯定爱我，更爱我的家人嘛。对啊，你更爱的是自己，更爱的是你妈妈，她在你家排最后。难听的话我不愿意说，哪一个做领导的和下属打游戏、暧昧聊天到半夜的？所以，这位妻子，她不愿意改变，到此刻她都不愿意改变，她不珍惜你啊，你还留在这个家干嘛呢？因为我是看着2个孩子嘛。等到2个孩子长大以后，你告诉孩子，我的婚姻早就死了，我是为了你们。你知道孩子会怎么说？孩子说我不背这个锅。所以很简单，我不多说了。我希望你该离，果断的离。男士，你大概从小就已经养成了对你母亲的所有东西都言听计从，精神上没断奶。你妈让你上学，然后上学不重要，找个媳妇最重要。你是本着完成任务的态度去找了一个媳妇儿，人家姑娘远嫁到你们家，没要彩礼，给你生儿育女，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啊！还有男士，你母亲对你的人生啊，完全是大包大揽。无形中，我觉得哈，你应该是挺自卑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呢，你才靠什么？你妈妈漂亮还是谁漂亮啊？就刻意的去打压伴侣，踩低自己的妻子，然后去撩身边的女同事，来证明自己。哎呀，我是领导，我很有魅力。实际上，你就从小你就没有获得过自信。姑娘，你看见了吗？你当初啊，没听父母的话。没给自己留下退路，没有成本的付出，就是你亲手递给别人的一把刀。在这场没有任何温度的婚姻博弈中间，你一开场你就输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痛下决心走人。如果要过的话，一定不能说，哎呀，我改，怎么改？立规矩，钱交给谁啊？以后孩子的事儿，你妈可以帮忙带带孩子。做一下老人能做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他是外人，你们俩才是自己家人，少掺和。先生，你能够理解老师的愤怒吗？我觉得你好像也不太理解。我不理解。所以他始终觉得我没错呀，我给你提供了房子，提供了婚姻，我父母给咱们看孩子，我挣的钱也都是这个家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我跟你说，先生，你在这段婚姻当中，你丢掉的是什么哈？你丢掉的是真心。我觉得这个挺可悲的，你为什么不自知啊？你妻子能当初义无反顾，不顾父母的反对，和父母断绝了关系来投奔你，那是多么赤诚的一份爱情。今天站在这儿，我觉得他都相当平静了，因为他心里已经凉到底了，我就不想过了。你丢掉的是他对你的真心，你也丢掉了你自己的真心。你连孩子受那么大的伤你都觉得小事一桩，你连妻子这么委屈你都觉得没有所谓呀。妻子，你知道你丢掉了什么吗？你丢掉的是尊严。从你离开父母跑出来1年多不联系，不要彩礼下嫁，义无反顾生2个孩子，你以为你义无反顾换来就是珍惜吗？错，你换来的是肆无忌惮。
你把自己的尊严拱手送了一个没有真心的男人啊，怨谁啊？男生不愿意分手，肯定是觉得我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不能散了，我要家散了，说明我没本事。他可不是因为爱你啊，他是他自己没面子。所以如果婚姻还要继续，先生，拿出你的真心，这份真心不仅仅是对他，这份真心更是对你自己。你把你曾经的爱，曾经的那种爱情当中的执着，今天继续得好好经营，否则没有新的婚姻迟早解体。现在孩子小他舍不得，孩子大他走得比谁都快。女生如果想把婚姻继续下去，去把自己的尊严，当年一点一点扔出去的尊严，今天一点一点的拿回来。立规矩，每周陪孩子2天，怎么陪？立规矩，做不到，你就记笔黑账，储备自己的能量，离开他。听完你们的故事，我觉得你们的婚姻问题的根结是什么？来源于一个词：不尊重。第一个不尊重，你在台上对你老婆赚钱能力的鄙夷；第二个不尊重，彩礼女方家里要了25万，的确这个数字是高了，但是您作为自己有赚钱能力的人，怎么会1分钱没给呢？彩礼的本质是什么？是属于对于这个小家庭的启动，对于婚姻期待的美好基金，无论是5000、6000，甚至1万，也是我们的心意。但是你不能因为女方家里提了25万，我1分钱不给吧？这个说得过去吗？这是你所谓的爱吗？你跟你们家就已经给这姑娘定了性，你愿意嫁到我们家来是你自愿的。追溯源头，你的母亲说的那句话，花了几万块钱，书可以不读好，但是媳妇儿你必须给我找。俗话说得好，娶妻娶德不娶色，嫁人嫁心不嫁财。但是你把婚姻当成了 KPI， 你把去上学当成了去寻找猎物。你要知道，很多婆媳矛盾之所以升级的原因，不是因为母亲太强势，也不是说这个老婆太计较，而是你作为男人，你缺席了，你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你就应该跟你的原生家庭做相对的切割，你的第一顺位应该是你的妻子。所以如果这段婚姻你想走下去的话，请你好好的看向他，我尊重你。接下来说说周女士，我真的很心疼您，但是就像老师们说的，在婚姻里面你要有自己的框架，我的底线在哪里？我给你机会，3个月、6个月，1、2、3、4你做到，做不到不好意思，再难的日子我转身就走。一个人只有在真的知道要失去的时候，他才会珍惜你。你反反复复没有底线，一次一次的去原谅他的时候，他觉得反正你就2000块钱，你离不开我，他永远把你掌握在手中。所以作为女人，不好意思，我这个月只有2000块钱，但是我依然可以过好我的生活。所以今天下去3个月或者6个月，你自己定一个时间期限，1、2、3、4做不到，再见。我努力过了，我不后悔，这段婚姻我经营了。谢谢木姐。如果想更多了解木姐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木姐，并且添加关注。那记得啊，回复“爱情保卫战”几个字，可以得到我们的新人礼。先生，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并不是很忠于这段婚姻了，只不过我们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至于忠与不忠，可能并不是实质上有什么样的行为发生，单纯从你对他的嫌弃，你对他的挑剔，你对他帮理不帮亲，你对他在这一刻所有的需求，所以从家人当中的那种感受你不看见。我觉得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的心其实早都已经不太忠于这一段关系，但是你在做权衡利弊的过程当中，你选择留在这段关系。所以姑娘，我觉得你懒呀，你懒于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把自己经营得更好。你今天和他站在这里，根本都是底气不对等，是你不敢离开这段婚姻，是你觉得离开这段婚姻当中，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和水平，会因为你现在不够努力，你现在没有绝对的能力，可能会失去。这恰恰给了他把柄。如果你还有自己的职场上升空间的话，你才会可以和他有着平等坐下来去谈判的底气。你懒就懒在了这儿，你自己的婚姻你自己不打理，你自己的婚姻孩子你自己不带，家务你自己不干。当然你要不要让他干那是后话，但这个家庭不是归你所有，主动权没在你手里，你也没要。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也没想主动去承担更多。然后你的职场上升空间呢，抓住机会往上努力呀。
如果你对自己的人生设计、职场设计，包括你的生活设计，不像现在这么懒惰的话，你就不必什么事都开口跟他要。一个在心这件事情上都已经并不忠于这段婚姻的人，你跟他要什么你都会失望。所以我现在跟你说，从权衡利弊的角度，你看一看，你还要不要在这个婚姻当中收心？我所说的收心，不是偏离，不是帮理，而是偏袒。如果在一段爱情当中，你身边的这个女士感受不到你任何的偏袒，那爱就已经没了。你说的那个爱，又有什么用呢？那老师们的建议给到你们了，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决定。请两位先回到正门后，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公众号添加关注，也可以呢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对护士夫妻，他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离应该不会离吧？不是，关键问题是这个妻子已经麻木了，她已经习惯了。不会吧？妻子被于老师说走了？漂亮。有想到这个结果吗？没有。怎么办呀？准备接下来？会去改变自己，试图挽回这段婚姻吧。妻子的3个要求，你能重复一遍吗？少不去应酬，多陪陪孩子，多听听他的建议，少听我妈的话。看来你听进去了，那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换回妻子的心？看你的表现了。希望你们能够重新回到当初爱的那个样子。谢谢老师。好，再见。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对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请开门。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吴先生25岁，来自安徽法律顾问；吴女士23岁，来自山东法律顾问。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就是瞧不起我，无论我怎么做都得不到他的认可。他又笨又懒，做事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他控制欲太强了，像监管犯人一样，把我管得喘不过气。干啥不成，从来都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永远都在找借口。你希望对方怎么改正？要动不动就拿不结婚威胁我，认可我的付出和价值。要么老实听话，要么像个男人一样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要跟我搞阳奉阴违那一套。哟，这是谁想来的呀？是我想来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特别不靠谱啊，然后对我的事情吧就尤其不上心。本来想今年订婚，然后年底结婚的嘛，但是他把订婚宴搞得一塌糊涂，场地没选好，礼服出问题，就连最简单的一个宾客名单他都搞得稀里糊涂的。这怎么说？我前好几个月我就选了几个比较心仪的场地，我交给他，我说你就从这里边选一个就行。他结果呢，临近订婚前1个星期才去确认场地。我根本就不知道场地要提前1个月定呀，而且最终的一个人数跟方案你都没有核算下来，这我怎么定？那我最后不也是补救了吗？你那是补救吗？你那就是凑合。他选的那个场地简直都没法看，我还带了照片来呢。哦。我想要的是这种的，就是正式一点的、温馨一点的。结果他选的，你看看。不，这个可以改变的呀，摆桌重新调整一下，再放一点修饰的东西就可以了。他根本就没弄，他就这样让人家就来了。哎呀，所以我们女生可能觉得不一样，男生眼里大概差不多，再弄点蝴蝶结就行了。蛮好呀，订婚呀，又不是你那个是婚礼现场，这是订婚现场。于老师，你再说我们4个女生要攻击你了，那能一样吗？他那个礼服他还又出差错了。礼服的事儿是我全部都定好了，我说你去交个定金就行了。到了那儿之后，他不知道怎么跟店员说的，那边直接以为我们取消订单了，就这礼服没给我们保留，我们订婚的时候都没礼服，就穿着自己的衣服就上去了。然后呢？是你不讲道理，你都不跟我说什么时候去订，也没说定金的事儿。你怎么这么会推卸责任呀？这件事儿就这样了，然后
还有那个宾客名单，那个宾客名单是我再三跟他强调的。我说我小姨小姨夫从大老远地方过来不容易，那个邀请函提前给他们发过去。结果呢，我订婚前2天核对名单的时候才发现，哪有我小姨小姨夫这2个人，他就把这俩给漏下了。那当时大大小小一堆事儿，我忙得晕头转向的，我哪记起来还有这2个人没接啊？我爸妈当时脸色特别难看，就觉得他做事特不靠谱，当场就直接说延期1年，这所有的事情安排全作废了。延期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你把订婚宴办得一塌糊涂，那我爸妈本来就对你很不满意。行吧，哦，那这订婚也黄了，那结婚更没影儿了。也不只是这一件事儿，这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儿，他都做得特别不靠谱。你举个例子吧。就是当时我们订婚之前是要从济南搬到苏州去嘛，结果我让他去订个搬家公司，他这次确实是订了，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个人，就给人打了2000块钱定金过去。结果我们要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人家直接卷钱跑路了。我当时就在网上发了个帖子，有人联系我了，他说交2000块钱全部包了，我不用管。谁知道他第2天他直接把我删了，都联系不上人。最后还是我加钱又找了正规的搬家公司，才把我们的行李好不容易搬过去。结果到了苏州之后，他又大包大揽的说他来找中介给我们看房子，看了5套房子，我觉得都不错，就当场就定了1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被搬家公司骗了一回还不长记性，又被中介骗了1次。我晚上回家看他手机，我发现他居然给中介转了500块钱。我问他，你给这中介转500块钱是什么意思啊？他这才跟我说实话。中介说看房子要服务费，看1套100块钱，看5套要500块钱。那最后房子不也选好了吗？你也挺满意的呀。是选好了，但这500块钱本来可以不用花的。房子选好了，他是住下了没啊？住下什么住下呀？让他提前找个保洁，他就为了省这几百块钱，连保洁都不找，非得自己打扫卫生。你自己打扫，你倒是好好打扫呀！拿了个抹布随便一码，这就叫打扫了。那最后还不是我辛辛苦苦把家里收拾好给。先不说这搬家这鸡毛蒜皮的事儿了哈，你们去苏州是工作是吧？对，我工作在这上面做的也是一塌糊涂。当时他有一个老客户，是我们公司长期在合作的。这个客户有关我们公司后面的一个续约问题，他怎么弄的？人客户明确要求说是分期付款，前期付30%的一个法律服务费，后期咱们服务结束之后再付70%。他把去年那个合同拿出来，连就是改了改日期，内容什么都没改，就给客户发过去了。那客户一看不怒了嘛，当场就要跟我们公司解约，指着他鼻子骂他说他不专业，他还不是来找我给他收拾烂摊子，又让我给他改合同，又让我给他安抚客户。我当时手头上自己一堆案子，一堆客户没弄，我先把自己手头上这堆扔了，我先弄他这些。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还背地里说我弄得不好，乱七八糟的什么的，我真是费力不讨好。那我合同为什么会签错呢？还不都是因为你之前搞黄了我一个案件？那天我不是对接一个案件吗？客户呢索赔金额是5000块钱，我们呢是要收取他500块钱的一个服务费。我就想着跟客户第2天再谈一谈，还有更多的一个利益，我就想帮他索赔到7000块钱。他晚上知道了倒好，就趁我睡觉的时候直接跟客户说700块钱就这样定了，他没跟客户说多索赔2000块钱这个事儿。那客户直接炸了呀，说我出尔反尔。那还不是因为你办事什么事都办不明白，而且就这么点个小案子，你至于耗费这么多时间吗？你多留点时间做大案子，多赚点钱，难道不好吗？就因为这个事儿，领导案件都不给我办了。那天我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就是正常的交流案件，本来吃的很开心，他呢电话一个一个的打，就催我什么时候回去，怎么还不回来？等回到家之后呢，他上来就跟我发火，然后直接把我手机拿过去，异性的微信、同事的微信全部都删掉了。同事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开始排挤我，以后吃饭呢聚餐全部都不喊我。那都是因为他有前车之鉴，之前他每次跟我说他在工作，实际上早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那至于是男的是女的，我也不知道呀。你觉得他平常就是对工作的投入没有那么多？对，我带了张图片，大家可以看看。我呢都是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我就想多赚点钱，为了我们俩的生活更好嘛。他倒好，一整天都在玩游戏、看视频。我就是喜欢玩游戏，这只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往里面充点钱，这个很正常，对不对？他就因为这个事儿也跟我吵架，把我每个月工资呢都给我扣了。他玩游戏和其他的人一起玩吗？组队吗？聊天吗？他游戏倒是不组队，但是他平时看短视频什么的，就爱看那个女主播哦。然后你就看了是吧？他还怎么着？给女主播刷礼物，都是几千的刷呀。他一个月工资才多点儿，这生活中我不见得他给我花几分钱，但女主播花钱他倒是痛快。更过分的是什么？我发现他居然还偷钱。
我月底核对我微信账单的时候，我发现我总是凌晨的时候给他转账，转个300-500块钱也不多这种的，我平时根本就发现不了。但我核对聊天记录，我发现我没有给他转账的信息，而且凌晨我一般都睡觉了，我这才反应过来，每次都是趁我睡觉，他拿我手机偷偷给自己转账。我那是偷钱吗？那本来就是我的工资。不是，那你既然上交了，你要用，他不得说一声？我说他不给呀。你现在零花钱有多少？1000块钱左右吧。你赚多少呀？我赚7000。姑娘，就是你发现他打游戏这个充钱呀，还打赏女主播是吧？对。那你看到了之后，你不生气吗？你不跟他吵啊闹啊？我生气，我跟他吵呀。每一次他认错态度非常诚恳，哎，要么就跪下跟我道歉，一把鼻子一把泪的跟我说我错了，再也不敢了，只是一时糊涂。那我不就一次次心软吗？我就觉得他年纪小，以后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会成长，我等他成长还不行吗？可是我一次次的原谅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更加猛烈的背叛和反抗。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跟女主播打赏，你呢换个小号继续打赏？我不让他跟暧昧对象聊天，他就换个微信继续聊。每次我要查他手机，他不是改锁屏密码就是删聊天记录。你说这样我能不生气吗？我为什么克扣你工资，你自己不知道吗？这日子你能过过，不能过算了。女生来是不想跟他过了，还是想让他改？想让他改变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两个都年轻嘛，而且也一起就是生活了这么多年，一起走了这么多就是艰难啊幸福的时光，我也不想放弃这段感情。男生，你今天来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我就希望他不要这么强势，什么事都要听他的，只要没有按照他的标准来呢，他就会说我骂我，他管我管的也太多了。我多问一个问题啊，从上次订婚这事儿黄了之后，到现在啊，女生你父母对这个男生有改观吗？就改观什么呀？就订婚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妈来青岛看病的时候，我说你帮忙挂个专家号，到时候我妈来青岛，我们直接去看专家。她倒好，她根本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我跟我妈到了医院一刷身份证才知道，什么专家号啊，连个普通号都没有。所以桩桩件件都不满意，这为啥还不分手啊？我还想让他就是再成长成长，我就想看看他能不能有所改变，因为确实这段感情我确实付出了很多很多心血。行，听听老师的建议吧啊。怎么走得下去的？你男朋友的种种的行为都踩中了婚姻以及道德的红线，但是我相信这位男士啊，你的种种行为，包括给女主播打赏啊，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的这个支点，就是这个女人太强势了。所以呢，你希望在这种榜一大哥的这种身份和这种呼唤中，能够得到片刻的自我满足和心理慰藉，对吧？对。女方其实你并非是那种自信的女生，因为一个特别自信的女生是绝对不会找一个我能安排你的一切男人，你享受其中。虽然如此，但是我依然非常心疼这位姑娘，一路走来怎么会成为一个这样没有配得感的人？这是你需要去自我疗愈的一块儿。
谁也没有资格去压倒谁，谁也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在别人的人生中间去指手画脚，你也没有义务去耗费一生的气血去盯住一个男人，教一个男人。所以呢，我希望这位女士千万不要在一次一次反反复复的这种自我感动中，用一辈子反反复复的去浮一块烂泥。说实话，我觉得他俩谁也不爱谁。女生爱这个男孩爱什么呀？你要真的爱一个男生，你会这样去打压他，甚至辱骂他吗？你会在订婚的时候这么重要的场合，双方亲人都在，人家的父母也在场，你们全家一点面子不给，说我们不订婚了，取消，这叫爱吗？这是爱的表现吗？我觉得爱是建于尊重之上才有爱，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还有爱吗？你在单位到处跟人说我男朋友不靠谱，我未婚夫就是个窝囊废，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你这是爱吗？你这就想奴役一个人，你就想找一个男的，想找一个伴侣，就一辈子我能奴役他，我发泄我的情绪，我填我心里那个空洞，我听起来就是这样的呀。你自己心里有很多对自己不能实现人生目标的黑洞，或者自己不能达成的美好的那种黑洞，你全发泄到他身上，凭什么呀？我不觉得你爱他，男生我生他气，我不是替你说话，我觉得你也一点都不爱他。你爱他，你能去什么女主播去打赏？要是我看到我的伴侣他给女主播打赏，我肯定卷铺盖卷走了。你爱打赏谁打赏谁，这对爱就是亵渎。所以你爱这个女生吗？我不觉得你爱她，你可能是习惯了有一个能干的女朋友，她帮我去处理很多事情，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找她，我和她在一起，我能看到我未来家庭的规划，我能看到我以后人生的安稳的样子而已，都是贪念，根本就不是爱。所以你俩别站在这儿说我舍不得我爱，你就是想找地方发泄情绪，找一个人可以奴役。你也别说我爱我女朋友，我非常爱她，我看不到你有任何爱，你不思上进，你不努力，你懒得思考，你懒得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小家庭、对自己的伴侣负责，所以有什么爱可言啊？我建议分开。姑娘，我跟你说个特别伤人心的话，你男朋友根本就不想跟你结婚。第一个，哪有未婚夫带自己媳妇儿去订这个礼服的，忘了付钱的？第二件事情，选择场地的时候，场地出错，甚至连女方家里的长辈名单特意叮嘱都能出错。你所有的行为表露出来一个点，你对这段婚姻是极其抗拒的。他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被你嫁上去了，他并不想接，所以他所有的行为最后的结果的导向就是他在把这段订婚宴他在搞破坏。姑娘，我在说你根本就不是强势，你是虚弱到不行了。你把你自己无法在现实层面达到的很多的期许，你投射到你男朋友身上，你希望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他能帮你解决一切，订婚也好，包括安排所有的流程仪式搬家也好，你给了他这样的一个选项让他来做，那你就别插嘴。你又希望他做，但是呢做完之后你又说他不好，那要不就是我让你做，那这个结果我都认，咱们就不多嘴。你不能一边做一边指挥他，那他永远都会变得什么？他就摆烂。当一个人他反复去经历这种失败跟否定的时候，他就会放弃努力，他觉得反正我怎么做我都是这个死样子，那我就干脆不动脑子，我就摆烂。所以你们这个关系是已经失衡了。所以你不要妄想着带着一个男人去成长，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有他的人生路径，他需要对他自己负责。而我们作为女人，只要思考一个点，他匹不匹得配成为我的另一半，而不是想着我去改造他。所以如果这段关系你们真的还想走下去的话，那你要明白，吴女士，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该管，什么时候叫做放手。该管的管什么？当他去偷偷转账的时候，打赏女主播你该管，这是底线，你必须要控制。但是什么事情你该放呢？他怎么去打包行李，他怎么去安排跟谁吃饭，他按什么节奏去推进工作，这是他的生活，不是你的考场。想要更多了解木姐的观众朋友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我们添加木姐的微信公众号，那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可以得到我们的新人礼。姑娘，我其实特别想问你，明明你自己就会活得特别好，你为什么非要走进一段亲密关系呢？因为我觉得，虽然说自己也能活得很好，但是总是想找个人能去依靠依靠嘛。如果说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也太累了。但是你真的有一个本事，我觉得从现在的你在台上的各种表现，你有着把所有亲密关系搞砸的概率。
我们原来有一句话，就经常会误导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的自我定位，就是说，你值得拿这个世间最好的人去匹配你，你值得被更好的珍惜，你值得对方拿出所有的一切，甚至用生命去呵护你、保护你、疼爱你。但我们忘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值得吗？值不值得对方拿出自己所有的珍贵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去呵护？你看了他一眼，是觉得我在这里给你撑腰吗？我真没给你撑腰，但是我不知道他会等你多久。其实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说我透口气也好，你说我偷个懒也好，你说我不敢明目张胆也好，你最大的错在于骗。那是你的钱，你大大方方的可以跟他要，但是你没要，你偷着拿。你在这一刻就把你自己所有的行为都定性了。你是学法律的，你给自己的这个行为怎么定性啊？没那么见得了光，没那么拿得出手，那我们干嘛要做这些事儿呢？在还没有走进婚姻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你藏着心眼儿，我防着你，那这段婚姻何必要走这一程呢？顶多算个前任，也不至于算前夫和前妻啊。你说有一种人啊，他不管和谁结婚，都会把这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一定是前提不是因为爱，是因为懂。你不懂他为什么偷偷转账，你不懂他为什么那么极度的想要去控制你，为什么一点喘息的空间都不给你，你也不懂他。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所以才会在一段关系当中更好的朝前走。我觉得我能劝你们的就是这句话。能不能懂彼此呢？我觉得挺难的。来，两位请回到我们门后吧啊，做一个短暂思考，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那添加关注，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你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看看这对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好，我们看看这对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我觉得走了吧，肯定出来了，不会出来了。女生还不走吗？女生走了。女生走了啊？没有，当然出来了。他们两个没什么问题呀，是不是？看把这小伙子高兴的，哎呀！有什么要说的吗？对彼此？我觉得我以后会改一改我的这个脾气，然后也多听听他的想法。男生？我会负责任，我会把我该做的事做好。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可以拥抱啦！多抱会儿。既然出来了，说明还是不舍得分开，还是有感情基础，那么就好好去呵护，好吧？祝福你们，再见。其实爱情的样子真是有很多种啊，可能我们看好的未见得他们真的能走下去，可能我们觉得矛盾重重的，他们还愿意去努力修复，直到走到最后。总之，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感谢老师们的分享和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